上课睡觉，放学蹦迪 ，JK 穿的一个比一个短，老师当面被骂垃圾也无人在意，因为这里是不用高考就能直升本部的大学。沙耶加就是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小时候因为性格内向交不到朋友，母亲就带他不停转学。报到第一天，沙耶加就被3个女生拦住，帮他把裙子提得更短。沙耶加和新朋友一起夹翘睫毛，涂上唇膏，每天除了研究怎么变美，就是和朋友一起鬼混。理所当然的，在高中被分配到成绩最差的班级，裙子越来越短，浓妆越来越浓，直到老师在他的包里翻出一包烟，他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如果不供出同伙，等待他的就是退学处分。沙耶加不是出卖朋友的那种人，母亲很快就被叫到学校，他也100%的站在沙耶加这边。自分が助かるために友達を売れというのがこの学校の教育方針なんですか？母亲为维护朋友的沙耶加感到自豪。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家长，校长沉默了。最后，沙耶加得以保留学籍，休学处分，失去了直升大学的机会。他在妹妹面前感叹，自己的人生也就这样了。母亲在这时递给他一张补习班的宣传页，既然无法直升大学，那就靠自己的力量考上大学吧。于是，在高2的暑假，一头金发、穿着清凉的沙耶加来到平田先生的补习班。初次见面，平田老师盯着他看了半天，才想起来自我介绍。他夸奖沙耶加的穿搭比自己这种古板的老师时尚多了。平田拿出一张试卷，这是对他的摸底调查。只知道玩乐的沙耶加不出意外的拿了一个0分。平田另辟蹊径，夸他是天才级别的想法，虽然全都答错了，但却把所有的空都填上了。第一次被老师夸奖，还有些不习惯。在平田的介绍下，拥有超多帅哥的庆应大学成了沙耶加的目标。回到家，他告诉母亲，自己明年要去庆应读大学。没人相信这个学习水平只有在小学4年级的人能考上日本排名前5的学校，但他却意外的拥有冲劲儿，和朋友聚会也拿着小学练习册抽空学习，成绩也从0分进步到5分。可他的基础差到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父亲也并不支持沙耶加。他拒绝支付沙耶加的学费，重新拥有干劲儿的沙耶加让母亲十分欣慰。他用自己打工的工资支付女儿的学费，为了给母亲争口气，为了不让父亲看扁他，沙耶加每天第一个到补习班，加倍努力的学习，在回家的路上背单词。即使和朋友去 KTV， 也带着自己记满笔记的辅导资料，一有空就待在自己的房间学习。他用3个星期的时间学完初中英语，在测试的时候拿了他人生的第一个100分。秋天回到学校的沙耶加再次成为班主任的眼中钉，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嘲笑他的庆应梦，表示如果连他这样的垃圾都能考上大学，自己就在操场上裸奔倒立。私下里，班主任找到平田，他表示只有2%的学生能考上庆应。不巧的是，沙耶加偏是末尾2%的学生，如果要考上庆应，他的成绩必须要超过67万人。可平田却認為没有不行的学生，只有不行的老师。あんなクズ無理に決まってる。さやかちゃんはクズじゃない。可能性にあふれる。最高に素敵な女の子です。班主任却说他是以钱为目的的补习班老师，他绝对上不了庆应。这一切都被在旁边的沙耶加听到了。别人越说他不行，他就越要活出一个样子给他们看。在家里贴满需要背诵的知识点，利用一切琐碎时间学习。看不下去枯燥的历史书，平田就给他准备了历史漫画。自从开始上补习班以后，他开始享受学习，也想变成像平田一样为了别人的未来拼命努力的人。母亲向平田表示感谢，把每周3节课提高到每周6节课，取出自己和小女儿的定额存款，增加打工时间，努力赚钱。然而即使增加到1周6节課，也不一定能被录取。受かる受からないは関係ない。さやかは塾に来てからずっとワクワクしている。それだけで十分なんですって。手里厚厚的一叠钱，是母亲熬夜的工作和妹妹默默的支持。闺蜜们也看出来沙耶加的决心。うちらさ、もうさやかと遊ぶのやめるわ。闺蜜不希望影响她的学习，作为好朋友，她们希望沙耶加可以完成自己的理想，约定等考上大学，他们在一起玩。樱花盛开的春天，沙耶加步入高3，虽然成绩提高了不少，但看到庆应年历的考题后，她才意识到他们之间的距离。失落的她来到天台散心，平田当着她的面立起来一个鸡蛋。如果先入为主的认为鸡蛋立不起来的话，说不定一辈子也立不起来。可能性があるって知っておくことって。
在平田的鼓励下，沙耶加再次重燃斗志，剪掉长发，穿上土土的运动装，把全部精力投入学习。累了就埋在枕头里尖叫，然后回到书桌前继续学习。可迎接他的却是不断的打击。面对不尽如人意的成绩，沙耶加的笔记本上写满了绝望。他不知道要如何继续自己的理想，无论再怎么努力，也只能拿到E。他看清了自己和理想的差距，提出放弃。平田却劝他在放弃之前参观一下自己理想的大学。沙耶加淋着雨找到正在工作的母亲，向她道歉，自己明明已经很努力了，梦想却仍旧遥不可及。母亲带着沙耶加去了庆应，这里的一切都让他着迷，欢乐的氛围，美味的饭菜。临走之前，母亲提出拍一张照片，可沙耶加却想等着自己入学的时候再拍照。他再次恢复了干劲儿，比以往都要努力的学习。很快他的模拟成绩拿到了 C+，这意味着他有50%的可能性可以考上庆应。他把成绩单带给家人，一直忽视他的父亲，看他的眼神也不一样了。正式考试当天下起大雪，父亲冒雪赶回家，主动提出送他去考场。坐在车上，父亲告诉他不用担心入学费用，自己会帮他准备好。这点好意却点燃了沙耶加埋藏在心里的怨恨。这些年来一直被父亲忽视和打压的他，第一次把悲伤和盘托出。父亲沉默着拿着铁锹下车，原来是去帮别人铲雪。看着他的背影，也许父亲也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恶劣。あーちゃんの言ってた通りだった。いいとこあんちゃん。頑張れ！有了父亲的鼓励，沙耶加的考试进行得十分顺利。为了自己，为了平田老师，为了母亲，她都要尽力一搏。考试结束的沙耶加和闺蜜们再次聚在一起狂欢。查成绩那天，她犹豫着不敢点击确定，好在上天没有辜负她的努力。虽然落榜了庆应大学文学部，却被庆应大学综合政治部录取。她骑着自行车来到补习班。春天开始，沙耶加正式成为庆应大学的学生。他坐上去往东京的新干线，老师站在山坡上和他告别，祝贺他奔向新的世界。以大多数人的努力程度，根本用不着比拼天赋，只要努力再努力，即使再遥不可及的梦想，也会有实现的一天。电影改编自真实事件，沙耶加的原型在考上庆应大学后，在34岁的时候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一个好的老师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